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。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立刻起身去室内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她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最近的面面奶爸也是疯魔了，连小白天看了也有点怕他。这天小白天听到面面奶爸的脚步声，悄摸摸地走向交流窗准备吓唬奶爸，结果却被面面预判了他的预判。他突然跳出来，反倒把小白天吓跑了。面面最近越来越放飞自我，刻板倒是感觉肉眼可见的好了很多。现在按摩也不给小白天好好按了，就连窝窝头都敢直接丢到小白天的头上了，感觉小白天已经拿捏不到他了。面面和小白天玩水，他比小白天还开心，拿着水管子滋滋家闺女，小白天也不让着他，用小手撩起水花就泼了奶爸一脸。面面偶尔在闺女面前调皮一下，小白天只觉没眼看，不仅扭头就走，还把自己的头埋了起来。这父女俩之所以能处成这样，全都是窝头惹的祸。一个要闺女坚持完成窝头指标，一个要让奶爸先按摩。父女俩经常陷入十分焦灼的场面，没有一个愿意先低头的，经常都是面面奶爸一脸傲娇的给，小白天也一脸赌气的接。但即便接过来，小白天也只是拿在手里，根本不会吃，有时候甚至故意当着奶爸的面把窝头扔在地上，把面面气得也是一脸的无奈。但小白天给面面奶爸撒娇，他偶尔也会妥协，给闺女美美的按摩一下。小白天也是十分享受着来自奶爸的按摩服务，但有时候撒娇不好使，小白天也会来硬的，掀起下水道盖抱在怀里，一副再不给我按摩我就要捶你的架势。面面见状赶紧示意让他放下，让他有话好好说。最后还是面面输了，给小白天按摩了5块钱的，因为小白天总喜欢把窝头扔掉。后来面面也想了一些损招，把小白天扔掉的窝头夹在笋笋里给他。毫不知情的小白天拿着笋笋靠在假山上准备美美的享用，结果第一口就吃到了窝头，感觉不对就全部吐了出来。面面的这种老六行为也不止1次2次了，也难怪小白天要拎起下水道盖砸他。有时候面面奶爸还会把窝头使劲往苹果上蹭，试图让窝头沾上苹果味儿，好欺骗小白天吃掉。小白天也是见人下菜碟，在古爹和太老爷面前都是乖乖的，每次都是精准拿捏面面奶爸。这对活宝父女的友爱互动也成为了大家的快乐源泉。然在不到半岁的媚珠身上看到了狡猾，这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因为媚珠总越狱，饲养员就把小窗口关上了。媚珠等到饲养员给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趁香香姐一不留神就往门外冲，但很快就被香香姐抓了回来。媚珠很不服气，她还想咬香香姐。香香姐把她放在木马上，看媚珠此刻的眼神就知道她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香香姐刚松开她就立刻冲向门口，但她看香香姐跟了上来，就战术性的撤了回来，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让香香姐放松警惕。香香姐也就刚松口气的功夫，媚珠又往外冲了。这次被抓住后，她就开始撒泼打滚。媚珠不到半岁就长了800个心眼子，也难怪青姐会说媚珠很奸诈。到哪里像小朋友的样啊，像成年猫那种奸诈样，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。不仅如此，媚珠还很勇敢，小小年纪就会立定跳远，
本来在木架上玩耍的魅族，突然决定要从木架上跳到桌子上。只见他抬腰决定，做好了起跳准备，就这么纵身一跃，小家伙还真就成功了。真的很难想象，这是不到半岁的小熊就能做到的吗？后来魅猪又尝试了一次，结果这次却失败了，摔了个大马趴。毕竟他还太小，体力难免有些跟不上，而且不到半岁的魅猪已经开始有标记行为了。青姐说魅猪很早熟，还不到6个月就会做标记了。我记得其他那些个都是7、8个月、8、9个月才有这行为。你看那行为都早一拍，早熟小孩啊，早熟。咬人这个伶俐劲儿也早熟。其他的到他这年龄段哪有这么狠的，哪有这么凶的，机灵古怪的，逮谁咬谁。看到魅猪如此厉害，很多网友都认为魅猪绝对是也陪的好苗子。魅猪适不适合不知道，但他那个一天要生800遍气的妈肯定不适合。萌萌内心 OS： 你们可别乱说话了，本小姐可吃不了那个苦。金虎，不要忧伤啊！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，就你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啊，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。对，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。你小白奶爸疯了！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，你在这说你有，你走开。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。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，心情逐渐由阴转晴，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，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！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，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，阿丽握着金虎的手，一直在那逗他。金虎也不甘示弱地进行回击，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，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，一脸嫌弃的在那舔。哎呀，还闻闻手，哎呀，笑不过，嫌弃你。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，挠我啊！你还挠我？你挠他，我又没人挠我。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。金虎内心 OS： 我什么身份？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？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，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。你到现在都晚上了，我晚饭都吃完了，拿午饭来吓唬我。你说阿丽，你给门开开，咱俩决斗。我不跟你决斗。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，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。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，只会用恩来回击他。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，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。看你说的是喜欢吗？没戏能感觉。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。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，给他一顿吹嘘，说是什么雷神之锤，威力无比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。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伸手去拿锤子，打算给阿丽一锤子，让他赶紧闭嘴，把阿丽吓得的赶紧把锤子拿走了。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，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，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，有木马，也有纯手工自行车。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。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，就被拆得稀碎了。